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又来了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，先别急着划走，我不是来劝你放弃的，也不是来叫你一直歇着的。我是想告诉你，你觉得累，恰恰说明你在往前走，而你远比自己想象的更能扛。有一种累，不是干了重活，不是走了远路，是心里堆了一堆事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没回的消息，明天的任务，说错的一句话，没完成的学习计划，还有一件你不想面对，却一直放不下的事。每件事都不大，可堆在一起，就让你迈不开脚。人坐在家里，脑子还在不停转，躺在床上，眼睛酸得睁不开，心里却还在算账。今天还有什么没做完？我是不是又浪费时间了？一天明明结束了，可你心里从来没有按下过结束键。我知道很多学中文的朋友，每天都在经历这种累。白天要上班，要上课，要处理生活里的一堆琐事，晚上挤出来的那点时间，还要拿来背单词、练听力。背了又忘的生词，总说不准的声调，听了好几遍，还是没懂的句子，一边学一边着急，又一边继续学，到最后，书没看进去多少，人先累得不行，更熬人的是，你还会忍不住和别人比，看别人好像轻轻松松就进步飞快，看别人能流利地和中国人聊天，再低头看看自己，连一句长一点的话都说不顺畅，你会怀疑，是不是我太笨了？是不是我根本学不好？这种累，不只是身体的疲惫，是心理的自我消耗，最磨人。前几天晚上，我很晚才到家，那天没出什么大事，可从早到晚，小事一件接一件，没停过。一个问题刚解决，下一个就冒出来。路上我还在想，回家赶紧洗澡睡觉。明天还有一堆事，可推开门走到厨房才发现，冰箱里几乎没什么能吃的。我站在黑漆漆的厨房门口，瞬间就不想动了，脑子里的声音一下子全涌上来，随便吃点儿，对身体不好。下楼去买，太晚了，点外卖，还要等半天。明天还有事，我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安排不好？这些声音越催，我越累，越不想动。可站了几分钟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伸手打开了厨房的灯，灯亮的那一刻，房间没变出花来，桌子还是那张桌子，水壶还是放在老地方。可我看清了，柜子里还有半把面，一个鸡蛋，一小把青菜，做不出大餐，可煮一碗热面足够了。我烧上水，洗了菜，打了鸡蛋，水开了，锅里咕嘟咕嘟响，空气里慢慢飘出食物的香味。那天我没看手机，也没一边做饭一边想工作，我就站在锅边，盯着水里的泡泡，听着水沸腾的声音。那几分钟很短，可我乱了一天的脑子，第一次静了下来。不是所有问题都消失了，
明天的事还在，没回的消息也在。可我不用同时扛着所有事了。那一刻，我只做一件事，把这碗面煮好，吃完面我就睡了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前一天觉得天大的麻烦，好像也没那么难了。前一天绕不出来的情绪，也跟着散了大半。我用很快的速度处理完手头的事，效率比前一天硬撑着的时候高了不止1倍。那天我才真的明白，很多时候压垮你的，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是你心里那些没完没了的自我怀疑，是你非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执念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，紧到忘了你可以一件一件来。你也忘了停下来喘口气，不是认输，是为了走得更远。我想，学中文的你，一定也有过很多这样的时刻吧。明明已经看不进去书了，还硬撑着盯着单词本，眼睛在看，脑子却没转。半个小时过去，一个词都没记住，一句听力没听懂，就马上骂自己没用，反复听了5遍还是不懂，就越听越烦躁，越烦躁越听不懂。刷手机，刷到别人分享学习成果，说自己3个月就能日常对话，你瞬间就焦虑了，觉得自己学了这么久，还磕磕巴巴，觉得自己进度太慢，觉得别人都在往前冲，只有你在原地踏步，你连歇口气都觉得是罪过，到最后，累变成了怕。你怕今天不学就会退步，怕停下来就是偷懒，怕自己努力这么久还是学不好。这些想法围着你转，转得你越来越累，越来越没底气。可你从来没问过自己，我硬撑着学的这半小时真的有用吗？可我想告诉你，累不代表你不行，停下来喘口气也不代表你会输。真正能走到最后的人，从来不是一刻都不停的人，是跑累了就走2步，喘匀了气接着往前冲的人。你不用逼自己像机器一样连轴转，你是活生生的人，你会累，会烦，会有不想动的时候，这太正常了。中文里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意思是花点时间把刀磨快，不会耽误你砍树。人也是一样，你花10几分钟歇一歇，吃口热的，喝杯温水，不是浪费时间，是在给你自己充电，是为了接下来能走得更快、更稳。你想想看，你硬撑着疲惫学1个小时，可能只能记住10个词，可你歇10分钟，精神好了再学半小时，就能记住15个词。到底哪个更浪费时间？答案其实很清楚，只是我们太容易被不能停的念头绑住，觉得停下就是失败。别把休息当成偷懒，也别一累就否定自己全部的努力。你想想，从你第一天翻开中文课本，连你好都不敢大声说，到现在能听懂这么长的话，能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这一路你已经咬着牙走了很远了。你一定还记得，
第一次分不清4个声调的时候有多崩溃。1声2声听起来好像没区别，练到嘴巴酸，还是说不对。你也一定记得，第一次写汉字的时候，笔画怎么都写不好，横平竖直看着简单，自己写出来就歪歪扭扭。你更记得，第一次听懂一句完整的中文时，心里有多开心，好像之前所有的难一下子都值了。那些你背到头疼的单词，那些你练到嘴酸的声调，那些你一遍一遍重听的句子，都算数。它们没有消失，它们都变成了你的底气。你不能因为今天累了，就把自己所有的付出全都抹杀掉，更不能因为一次没学好，就觉得自己永远学不好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目标，你想把中文学好，想说得更流利，想去过更好的生活，所以你不敢停，不敢松，怕一松劲就跟不上了。可路是一步一步走的，不是一口气冲完的。马拉松比赛里，从来不是一开始就冲刺的人拿冠军，是那些稳住节奏，懂得分配体力的人才能跑到最后。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非要逼着自己拖着疲惫的身子硬扛，效率只会越来越低，心情只会越来越差，到最后不仅学不好，还会慢慢讨厌学中文，反而得不偿失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永远不会累，是累的时候敢大大方方停下来，缓过来了，就能立刻重新上路。他们不会因为休息愧疚，也不会因为暂时的落后就慌了神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节奏，也相信自己的脚步。你也可以做到。你不用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，今天没听完的课，明天听；今天没记住的词，明天背。一句中文没说好，就只是那一句没说好，不代表你整个人都不行。把堆在心里的事，一件一件拎出来，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，心空出来了，力气才回得来。我给你3个很小的办法，累的时候就试试，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却能帮你很快把状态找回来。第一个办法，给自己设一个停止键，每天学到固定的时间，就合上书本，关掉视频，不用觉得我再多学一会儿，也不用愧疚。告诉自己，今天的学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剩下的事明天再说。这个停止键就是在给你的心画一条线，线这边是今天，线那边是明天。不要让明天的焦虑提前消耗今天的你。第二个办法，把大目标拆成最小的动作，不用逼自己今天必须学完1整课，必须背完50个单词。你可以把目标缩到最小，今天记住3个词，今天读对5个句子，今天听懂1段10秒的听力。完成了，就算今天赢了，小目标不会给你压力，完成了还能攒下成就感，成就感攒多了，你自然就有继续往前走的力气。第3个办法，每天记一件做成的小事，不用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
可能是今天读对了一个之前总说错的声调，可能是今天听懂了一句以前听不懂的话，可能是今天虽然累，还是坚持学了10分钟。睡前在心里过一遍这件小事，你会发现，你不是什么都没做成，你每天都在往前走，只是走得慢，你自己没察觉而已。这3件事都很小，可坚持做下去，差别会很大。它们会帮你从自我消耗的累里走出来，变成踏实往前走的充实。学习最忌讳的，就是一边学一边愧疚，一边歇一边焦虑。学就认真学，歇就安心歇，这样的节奏才走得长远。今晚别再跟自己较劲了，吃点热的，洗个热水澡，把手机放远一点，不用逼自己马上满血复活，也不用愧疚，你今天已经很努力了，你已经撑过了很难的一天，这就够了。别总盯着自己还没做到的事，也别总拿别人的节奏来要求自己。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，速度不一样，要走的路也不一样。你不用和任何人比，你只要比昨天的自己多会了一个词，多懂了一句话，就是进步。睡一觉，明天醒过来，又是新的一天。你的目标还在前面，你的力气还会回来。歇够了，我们再接着往前走。你要记住，你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脆弱，你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硬扛。只要你还没放弃，只要你还愿意一步一步往前挪，你就一定能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学中文这条路，从来不是比谁冲得快，是比谁能坚持得久，能扛过疲惫，能熬过平静，能在想放弃的时候再撑一下。这样的人，最后一定能学好。别着急，别慌，累了就歇一会儿，歇够了再出发。你可以的。